工作回来，我打开电脑，发现电脑居然断网了，但是手机连接 WiFi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给大伙感受一下秋叶原网线带来的恐惧。我叫无泪线，我叫无泪屏蔽线。这就奇怪了，那这期就说说出租房经常断网的事情吧。我住的这栋楼大概有80户，由于没女房东知道我会网络，所以这栋楼全部的网络就交给我负责了。等一下，既然帮美女房东管理网络，那有没有什么好处？至于好处嘛，当然是有了，但是我就是不说。我房间断网了，想必其他房间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看吧，刚说完，房东就开始找我了。这栋楼的网络构架我非常清楚，主路由在1楼，然后每一层都有一条网线下来，由每层的交换机负责网线到各个房间，网线到各个房间就没有其他设备了。所以你想使用 WiFi 的话，各个住户还得自带一个路由器才行。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，别人经常说的2级路由或者是非法路由，说的就是我们这种，一个2级路由都可能导致整栋楼断网，而且这栋楼2级路由有80个之多，所以断网是特别频繁的。直到我到来才改善了很多。先看看我是怎么解决的吧。我这里查看了一下，我电脑获取到了哪个2级路由器的 IP 地址。这里获取到路由器的后台 IP 地址是 192.168.1.1。我浏览器输入这个地址进去的时候，一看这个牌子，我就知道完蛋了。这个牌子可怕之处就是它的 DHCP 是永远关不掉的，即使它有关闭的选项也白搭。而且更神奇的是，它万口也能给你吐出 IP 地址来，想必很多同行都吃过它的亏吧。整个网络中只要出现它的身影，就知道什么叫做概率性断网了。有上班又想休息的小伙伴，不妨买一个到公司里面装饰一试，一般的师傅还真的查不出断网的原因来。我只能尝试着再次关闭它的 DHCP 试一试，然后从其他之际，我马上让电脑重新获取 IP 地址。只要获取到1楼主路由器的 IP 地址，我电脑就可以上网了。但是别人可没那么幸运，还是获取到了他释放的地址。看吧，他这种 DHCP 是真的关不掉的。我这里有3种办法解决。第一就是找到他这个路由器，把它拆了。但是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，由于这边每个月都会有住户搬走，又有新的住户搬进来，他们携带的路由器也是五花八门的，你没办法制止。第二个方法就是拥有 DHCP 修频功能的交换机，这种交换机它只接受主路由器的 IP 地址，其他的路由器 IP 地址一律拒绝，所以就不用担心有2级路由器把你整个网络扰乱了。这种方法虽然很好，但是也是最贵的。说了半天，说点实在的，到底有没有免费的解决办法？第3嘛，就是我目前使用的方法，也是没有成本的解决方法，就是给设备设置为静态上网， IP 地址直接指向主路由器，这样即使有几十个2级路由器也不会影响到它。好了，本期就到此结束，下一期视频是无限技巧，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观看。这期的网络故障非常的棘手，因为这故障我至今还没整明白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，这还是我朋友遇到的，他前后过来维修了很多次，也是一直没有修好，所以就喊我过来看看能不能给他解决啊。什么情况？他和我说，目前除了1楼的主机网络是正常的，2到7楼的网络全部都瘫痪了。当时我来到1楼的主机房，大概看了下设备，电信光通是接到这个华为路由器上的，然后华为路由器又把网络跳到了这个交换机上。大伙先别纠结这路由器带不带得动，人家已经正常使用了好多年，只是近期才出现状况的。这种情况我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。既然楼上网络不正常，
那么我就让他们领我去2楼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去到2楼的时候，我看到1楼走廊还挂了这么一个路由器，我就感觉这里的网络有点不简单了。来到了2楼，我看到这2个路由器叠在一起，我就比较纳闷了，这是什么奇怪的主网方式？于是我就问了下他们，2个路由器放在一起啊？没有，这个是这边的，我拿这个来试一下2个是东西。原来他们一开始是在走廊前后各装一个路由器，由于断网的原因，他们把那边的路由器拆了过来试一下，看看路由器有没有坏。当时我看到这台电脑是接到路由器上了，但是没有任何网络的，那我只能爬上去看看什么情况了。我靠，这个牌子啊，水星。这个牌子有的玩吗？既然这路由器没有网络，那么我就查一下这万口的网线有没有网络进来。我用电脑接上了这条网线，发现也是不能上网的，然后查了下 IP， 没有任何 IP 地址啊。啊？你们查怎么能上网？能上啊，早上去他直接怼上去，他可以上。没有任何 IP 地址，看来这网线它是不通的，所以我只能用行政仪找一下它另一头是接到哪个设备上了。我优先去1楼找了一下。95天不为总是7。果然通到这里的，果然通到1楼的。我把网线接到了行政仪上，它8个灯也是正常的，看来也不是网线的问题。那么我就要检查一下这个交换机到底有没有网络了。我用电脑接到了这交换机上，发现也是迟迟的没有任何网络。我就查一下电脑 IP 地址，却发现就连这个交换机也是没有任何 IP 地址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查路由器上看看路由器有没有正常。我接上路由器后，电脑就显示它有网络了。这里我还能看到路由器的 IP 地址，主路由.2.1。我又上去核对了下线路，路由器确实把网络跳到了这个交换机上啊。但是我电脑接到这个交换机上，为什么偏偏没有任何 IP 地址呢？这种情况下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，这路由器上面的线肯定存在环路了。但是想了想也不对呀，环路的话，交换机的灯会爆闪，主路由器也会直接断网才对。但目前的情况又不太像环路，于是我就用我电脑再次接上交换机，然后我给电脑手动设置了一个 IP 地址，尝试看一下能不能拼通路由器。因为我之前遇到过交换机出现错包的情况，如果交换机出现了错包，确实会导致电脑无法获取 IP 地址。地址设置完毕后，我拼了下主路由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拼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。拼不通，看来还不是交换机错包导致的，所以这里我只能考虑路由器和交换机之间这条网线存在问题了。路由到交换机有问题吗？这里我只能重新换一条跳线，看看网络是否通了。通了没？啊？通还是不通？没通。没通。没通是吧？然后交换机的问题喽。对哦。跳线已经换了，网络还是不通，那我只能怀疑是交换机的问题了。但是我看到交换机的灯它是运行正常的，所以我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。这里我就给他拔电重启试试。重启一下。现在通了没？通了。啊？通了。通了是吧？交换机经过断电重启后，网络果然就恢复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回到2楼，开始把他们的路由器全部设置成静态接入，防止路由器获取到错误的 IP 导致断网。但是设置完毕后，我发现路由器还是没有任何网络的。怎么还没有网？等一下，怎么还上不了网？因为掉了，就是交换机那边就死了，就是早上呢，我现在是等了一会就掉了。早上就这种情况是吧？对，早上是这样，搞完就可以。搞完就掉了是吧？对，你改完了就掉了。我听他们这么一说，我只能亲自把所有的楼层都逛一遍，看看这些网线除了路由器还有没有接其他设备。当时我把1到7楼都逛了一遍，发现网线确实除了插路由器上，就再也没有接任何设备了。等我回到2楼再试主线的时候，却发现 IP 地址又没了，又一片空白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再回1楼
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我用电脑又插到了交换机上，电脑果然又显示没有网了。我又查了下 IP 地址，结果发现 IP 地址也是没有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考虑交换机问题了。交换机有问题，换交换机。换完就可以上网了。新的交换机换上去后，网络果然又恢复了过来。然后我再去2楼看了下，2楼的网络也恢复了过来。接了吧？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正常了。正当我准备修改其他路由器静态接入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的电脑又断网了。有意思啊，又断网，静态都能断，难怪你们整这么久，才换交换机，还不是交换机问题哦。我们下去看一下插交换机上，看下能不能正常上网。当时我再次回到了1楼，接上了交换机，发现电脑又没了网络不说，我再查了下 IP， 结果 IP 又没了，又一片空白。这个时候我在静态接入，然后拼这个路由器，就喊我朋友过来拔交换机的网线。这样，你上去拔，一条一条的拔，除了主线和我电脑线，一条一条的拔。我叫你拔，你就拔一条先拔一条，拔了没？下一条，下一条，停，刚才那条插上去，插了是吧？插了，再插一条上去，再插，网络又正常了。当时已经把全部的线都接了上去，但拼又是一直正常的。后面我电脑自动获取 IP 地址，它的拼也是正常的，但每次正常10分钟左右，整个 IP 又直接没了，一直反反复复的，这就真的把我搞懵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抓包分析了。经过了一段时间抓包分析，我优先查看了捕获的文件，但是里面显示整个网络压根就没有任何的流量波动，这也意味着确实不存在任何环路。但是这个网络怎么说崩就崩呢？你说路由器有问题吧，我电脑直接插在路由器上，电脑马上就有网络。你说交换机和掉线有问题嘛，我也都换了新的，但是没过多久整个网络又崩了。当时是各种矛盾，线路被排除了，交换机被排除了，路由器也被排除了，可是网络它偏偏就是不正常的，一直这样陷入了死循环。有哪些师傅遇到这种类似的案例吗？它和环路很像，但是又不是环路。当时我整了很晚还是没有解决，只能设场了，太夸张了。打算第2天再过来看看。对了，下一期会有这2位大佬协助我排查问题，分别是拥有20本证书的网络工程师老张，以及一位极其低调的网红大牛。好了，下一期再见。